我自己其实有一点忐忑，角色会带给我这种一口气一定要顶上去。第一场敲鼓戏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声嘶力竭的，就是一种挣扎吧。我就想象了一下，我就很想哭。有些那种说我不好的声音，我会听进去。我是那种很往心里去的人，希望能够打破这样的标签。你背后有什么阴谋诡计，我亦不想探究。但从今往后，你不必再威胁于我。你若是当真想要将我抓捕归案，便给我一个痛快。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陈都灵，在《宴回时》中饰演庄寒燕。你当时就看完《宴回时》这个剧本，然后了解完庄寒燕这个角色，什么感受呢？她太有力量了，她特别的勇敢，她做的一些事情会让我觉得她真的是身体力行的在表达说，贵女之贵并非金银之贵，而是勇气品格之贵。她的身上的这种很多特点让我很向往，然后我也希望说我自己能够成为和庄寒燕一样非常拥有勇气、坚韧这样子的女孩子。我也很佩服庄寒燕，让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是她这一切不是父母给她养成的，她是自己把自己养育成这个样子。我一直都没有看到过就是正片。我自己其实有一点忐忑吧，觉得自己有没有能够把就我在剧本中看到的那个庄寒燕能够带到大家眼前。你当时的忐忑点会在哪呢？因为我生活中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在饰演她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角色会带给我这种一口气一定要顶上去，有一种在逆境中挣扎的那种力量。其实演他的过程中，我们当时是在横店的夏天嘛，整个带给我的感受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确实体力消耗很大，人确实是有一种我觉得说我一定要像庄寒燕一样挣扎下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还有2场戏，我觉得应该会成为你的名场面，就是一个是前期的一个雪中敲鼓，它其实有2场敲鼓戏，给大家分享一下拍那2场敲鼓戏的时候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第一场敲鼓戏是庄寒燕经历了非常难的一个过程，她在郊外已经中完蒙汗药，然后她凭借自己的意志挣扎起来，找到了尸体挖出来，并且把尸体从这么远的地方带到了刑场，然后去敲那个鼓。第一场戏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声嘶力竭的挣扎吧，特别挣扎的几场戏之一就有这一场，那种感觉是求生欲。然后还有一场就是到了另外一个敲鼓，后期的那个敲鼓，虽然他也是奔跑之后敲响了那个鼓，但是当时那场戏的心境又完全不同，就是那一场戏我觉得是带着希望的那种感觉。第一场那个敲鼓戏，我记得当时路透出来就是大家非常的惊艳和心疼，然后好像说当时在横店敲了一下午是吗？拍之前我就跟导演说，这场戏我特别的重视，就是你觉得我有没有到那种声嘶力竭的地步，我想要呈现出那种真实的生理反应。拍之前我就绕着那个片场跑了好几圈，就提前还跑了一下，消耗自己的体力。我觉得可能这种生理反应会比较难演。对对，当看到那个剧中那个表现，真的能相信他真的就是拉着尸体就拖了那么久，最后敲那个鼓，耗费了他全部的力气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是庄寒燕拥抱小时候的自己。那个画面我也特别爱。对，导演当时跟我说他这个镜头设计的时候，我直接被震撼了，我就很想哭。因为庄寒燕她身上特别打动我，就是这种自己养自己这一幕，真的把庄寒燕自己拯救自己具象化了。其实他和傅云熙之间的关系前期是一种猜忌和利用的感觉，那你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傅云熙的呢？他是在不知不觉的相处过程中，虽然说在整个剧情里面他和傅云熙一直都是在对峙，好像就是他们所有的接触都是有算计的，真心是藏在一些玻璃渣里面。剧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浪漫的戏份他们俩？庄寒燕有一集是在房间里面，就是他故意读婚帖然后去气傅云熙，我觉得他们两个就好有那种两个不会爱的人用那种很幼稚的方式去试探对方的感觉，跟他们2个人平时的人设很有反差。他们平时是那种特别不动声色的很聪明的人，没有想到他们在爱情上面是这么的不会。你若是贪图这京城的荣华富贵，今日便好好看一看，这深宅大院里的日子你是否担得起？寒燕并非贪图荣华富贵，你不该回来，将他赶出府去吧。母亲，此生都不得再踏入庄家大门一步。刚到庄家的时候，我感觉他其实可能也会带着一种，比如说陌生，或者说对于母亲就还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温峥嵘老师演的那个母亲，最开始对他那种态度，确实会让人觉得刚开始很难接受和理解。对，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我很难理解一个母亲为什么会这么恨自己的孩子，对，比恨庄家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恨他。当时在现场蓉姐这一场戏，她在表达恨的过程中，我看到她眼睛里面的眼神
人他是爱的，是爱这个孩子的。我相信很多观众在第一集看到了这场戏，也能够理解母亲对孩子的爱，可能她的表达方式和其他母亲不同。其实我很喜欢的是后面我们看到有反转嘛，他扶着母亲重新开始走路了，母亲刚开始摔倒了，但是他推开他，然后他还是在努力慢慢走。后面就是母女那个感情也特别让人感动。因为现在还没有播到那里，我自己其实现在也很期待那一场戏。当时我演的时候看到那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母亲受了那么多苦，她好不容易能够站在玉兰花下面，当时也觉得那个场景就是把我美哭了，也把我感动哭了。因为我和母亲的这一些戏份蓉姐的演绎，我就想到我自己妈妈。我妈妈就是她虽然不是很支持我做演员这个行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拍摄《宴会时》的时候，她还是来横店住在家里陪我，虽然她没有去剧组，然后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演过母女的这种桥段，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会抱一抱我母亲。正是因为从小经历过太多艰辛苦难，所以我才能在今天成为胜者。乾坤未定，现在论成败，未免太早了。那剧中其实他和王艳老师演的周如意也有很多对手戏嘛。前期虽然是对手，但后面其实我们知道他们有种变队友的感觉。你如何理解这种与性互助呢？因为庄寒燕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她从母亲身上学会去俯瞰所有女性的命运，她从母亲身上得到了爱，学到了爱，也让后来的庄寒燕她知道说用同理心去看待所有女性的处境。之前王艳老师演的这种情啊都是白月光的角色嘛，那这次其实是带有点这种小反派的感觉，这种反差你跟他合作的时候感受怎么样呢？宴会时的每一个角色他都不是说非黑即白，每一个人身上他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就是我在和燕姐对戏的时候，第一场韩燕见到姨娘出来的时候，觉得就是晴儿的感觉，晴哥哥的感觉，她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好听。我不是夫人，我名唤周如音。然后那一段戏燕姐整个一气呵成，特别有古韵，真的是会给当场的人都带来那种非常美好的感受。抗旨是死，遵旨也是死。你若甘愿做软骨头，便自己去做。我庄寒燕，即便是死，也绝不做冤死鬼。最近这几年，大家对你的演技夸赞的特别多，然后都说感觉陈都灵好像演技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提升。过去可能大家对你的演技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讨论的声音，那你对于这种转变，现在更多的夸赞了之后，会更有信心吗？这几年学习到的一些表演方式，会渐渐的有自己的一个方向感。我以前其实对自己的声音很自卑，对声音很自卑，很好听啊。可能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我的声音不太像一个女孩子，这种温柔的，不够温柔的那种声音。对演戏了以后，有一些前辈就会跟我说，我的这个声音其实是很有辨识度的。对，就是说叫我坚持自己的对这种说话的方式。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早些年大家对你的演技有不一样的这种讨论的时候，当时会有质疑自己的时候。会啊，有些那种说我不好的声音我会听进去，我是那种很往心里去的人。可能现在有一些就是自己在专业上面的认知，那可能比较有判断。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自己判断也没有特别建立起来，就啥都听。今年正好是你出道10年，这10年来演过很多剧、很多角色、很多作品。在今年10年的时候，演来了《宴会时》，什么感受？现在其实这部剧非常被大家喜欢。幸运女神怎么还是在笼罩我？就是我从接到剧本的那一刻，我就特别特别感恩。但也是你的努力付出，我尽力了，只能说。之所以在上映的时候会有一些感慨，并不是因为觉得说自己每一场都演得特别好，就是可能现在的我再回去看很多地方我是留有遗憾的，但是我当时真的觉得说我就尽力去完成，有一些地方也没有想的那么多，可能没有像现在的想法那么的全面，就是觉得尽力了，很喜欢这个角色，很喜欢这个故事，尽力的去让自己无限的贴近它。但我刚刚突然想到一句话，就是遗憾也是一种美好。有时候入行10年之后，你觉得大众给陈都灵贴的标签都有哪些呢？学霸是最多的，学霸这个标签是最多的。对，这也澄清过很多次。我的大学还有高中遍地学霸，如果按照大家的标准的话，还有温柔、清纯、白月光这种。过去的这些标签有给你自己带来一些束缚过吗？希望说自己能够通过一些不同类型的角色、不同剧情下的演绎方式，打破这样的标签。刚刚也说到，其实过往
能很多角色这种比较温柔或者清纯类的角色，但其实近几年包括庄寒燕这个角色更有力量感，或者说还带一点腹黑，这种转变是演员陈都灵想要做了一些转型的尝试吗？我自己其实在挑选剧本和角色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会看这个剧情是否打动我，这个角色是否打动我。那现在的话多一项希望说自己尽可能的去尝试一些新类型的角色，打破大家对我可能会有一些既定印象的角色，也希望说自己能够在每一个角色中有所突破，然后有所进步。杀青和这个角色告别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杀青的时候，我当时很感动。杀青的那一天，就正好把所有的话外音录完，好像过去那110天演过的很多戏又重新回到我心里，情绪的体验特别的完整。那一天我就是杀青那天就哭了。我一般很少杀青的时候我会哭或者怎么样，因为我感觉你是一个挺理性的这种人，是不是？可能硬撑吧。就当时为什么会让自己忍不住流泪呢？看到导演这样走过来，除了庄寒燕，我还想就是在这110天里面，导演整个剧组大家就这么努力这么用心的在完成这个作品，我自己也很感慨。